2026年，全球每一次商业火箭发射，有超过80%是由一家公司完成的，它叫 SpaceX。它不是国家机构，不是几十年的老牌航太公司，它是一家24年前被全世界笑说一个搞网络的亿万富翁要做火箭的新创。2026年5月，SpaceX 提交了 IPO 申请，目标估值1兆7500亿美元，这将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开募股。到底什么东西值这么多钱？上一支影片我们说了 Tesla 的3次生死。Tesla 是马斯克的制造试验场， SpaceX 是他的护城河工厂。这支影片我不打算再重复反复使用火箭为什么便宜，那个故事已经说过了。我要带你看的是 SpaceX 为什么没有人追得上。3件事：第一， Falcon 9建立的飞轮效应已经让后进者追不上。第二， Starlink 如何让 SpaceX 不再需要政府补贴，开始自己养自己。第三， Starship 量产地狱，以及它背后那个连马斯克自己都可能活不到的计划。2025年 SpaceX 完成了165次 Falcon 家族任务，创下历史纪录。这个数字是全球其他所有火箭公司加在一起的好几倍。但更重要的不是发射了多少次，而是为什么别人做不到。Falcon 9的第一节火箭可以反复使用超过20次，这代表每一次发射都不是从头制造一枚新火箭，而是让同一个资产继续出去工作。反复使用，成本降，定价降，客户增，频次增，再用，再降本，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飞轮。当飞轮转速够快，后进者面对的问题就不只是技术赶不上，而是在地面上的时候我又发了10次。SpaceX 每次 Falcon 9发射的成本大约3000万美元，是传统一次性火箭的1/10，这个数字仍在下降。今天进入轨道的美国商业筹载有2%是由 SpaceX 负责送上去的。这个飞轮是24年积累出来的护城河。SpaceX 能够保持这个发射频次，还有一个外界容易忽视的结构性原因，它帮自己发射卫星，大量、持续，每几周一次。截至2026年3月，Starlink 在轨卫星超过10020颗，占全球所有在轨卫星总数的5%。付费用户在2026年2月突破1000万，4月达到接近1200万。2025年 Starlink 全年收入大约110亿美元，占 SpaceX 总营收的70%。这里有一条关键的逻辑， Starlink 让 SpaceX 不必再靠政府订单过活。早年的 SpaceX 很依赖 NASA 的合约，这些合约是救命色，但也带来了政府客户才能活下去的脆弱性。Starlink 改变了这个方程式，现在 SpaceX 有自己的消费者付费收入，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让它可以在不依赖任何单一大客户的情况下，持续研发 Starship。Falcon 9帮 Starlink 卫星上天， Starlink 挣来的钱回头资助 Starship 的研发，这是一个跨业务的现金流飞轮。SpaceX 的护城河不是一条线，是一个护锁的系统。2026年5月22日 ，SpaceX 完成了 Starship 的第12次试飞，也是 V3 版本的首次飞行。Starship V3 高124公尺，可以携带100吨筹载进入低地球轨道，比前一个版本增加了将近3倍的运力。33具 Raptor 3引擎在升空时产生1800万磅的推力，目标发射成本每公斤100美元，比 Falcon 9再便宜300倍。但从能发射到能规模是另一道问题。马斯克为 Starbase 设定的目标是1年量产100艘 Starship， 这是他在 Gigafactory 学到的思维的太空版本。不要把火箭当成艺术品一颗一颗做，要把它变成像 Tesla 一样的流水线。目前 Boca Chica 的生产节奏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目标。Starship 的每一个零件复杂程度远超汽车，规模化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这是马斯克现在面对的 Starship 量产地狱。它和 Model 3的量产地狱在结构上非常相似，都是技术能做到和规模化制造能做到之间的鸿沟。SpaceX 打算靠 Terafab 跨过这道鸿沟，这是 SpaceX 和 Tesla 合作的超大型制造平台，目标是把 Starship 的生产节奏逼近 Tesla 的 Gigafactory。上一集我们说 Tesla 同 SpaceX 借了工程师，这一集要看反向的流动。
Tesla 在 Gigafactory 发展出的把制造流程本身当产品来设计哲学，直接被移植到了 SpaceX 的 Starbase。马斯克设定1年100艘 Starship 这个目标，底气之一就是他在 Fremont 看到的可能性边界。另一个流动是算力。SpaceX 的火箭设计越来越依赖 AI 模拟，从引擎燃烧优化到载入大气层的轨迹计算。xAI 的 Colossus 算力集群开始在 SpaceX 的工程设计工作流程中扮演定位。帝国内部的算力开始跨公司流动，还有一个更微妙的连结 X 的数据。SpaceX 的供应链管理、工程师招募以及全球市场的齐情感知，都能从 X 上的即时数据流中获取参考。这是一条隐形的资讯优势线。SpaceX 在帝国里的定位，它从 Tesla 拿了制造哲学，从 xAI 拿了算力，供应给整个帝国的是一个把卫星送上天的能力，以及未来把任何东西送到地球以外任何地方的可能性。SpaceX 是帝国的平台，也是让帝国有资格谈星际文明的理由。2026年5月20日 ，SpaceX 向美国 SEC 提交了 IPO 申请，目标估值1兆7500亿美元，目标募资750亿美元。如果成功，这将超越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在2019年的 IPO 记录，成为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开募股。这个估值怎么计算的？核心逻辑是3条腿。第一条腿 Starlink 1200万用户，100亿年收入，仍在快速增长的卫星互联网业务。第二条腿发射服务，全球82%的市占率，定价能力极强的火箭运输梗段。第三条腿 Starship 的期权价值，如果真的做到每公斤100美元，它能开启的市场包括轨道资料中心、月球运输、火星殖民，没有上限。估值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这第三条腿的期望值，这是市场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你愿意为一个有可能改变人类文明尺度的公司付多少钱？ SpaceX 存在的理由说到底只有一句话：马斯克想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这不是行销说辞，他真的相信地球文明有终结的可能性，而火星是备份。他设定的目标是在2030年代把第一批人类送上火星，是否能达到，没有人能确定。这个计划已经延误了很多次，但 Starship V3 的100吨筹载能力是通往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没有 Starship， 火星就永远是梦想；有了 Starship， 它至少是一个工程问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马斯克现在54岁，他知道自己不一定能亲眼看到火星城市的建立。他把 SpaceX 比作是在盖一个让后代能够使用的平台，就像铁路公司的创始人不需要自己坐着火车去西海岸。这个视角是理解 SpaceX 一切决策的底层逻辑。为什么他愿意烧尽个人资产？为什么他把 Starship 的量产当成最重要的事？为什么他在公司面临财务压力时从不降低野心值？ Tesla 是帝国的制造试验场， SpaceX 是帝国的护城河工厂，也是让整个帝国有资格谈下一个100年的唯一理由。但帝国不只是地面和天空。下一集我们要去看 SpaceX 已经在轨道上占据的那个位置，一个用1万颗卫星在任何地方提供网络的生意，和它背后的地缘政治博弈。如果这支影片让你对 SpaceX 的尺度有了新的认识，记得按赞追踪，我们下周见。